彩彩，快把他的皮给我撕下来，咬断他手脚！少女死死地咬住牙，一声不吭地忍受着这种灭顶之痛。她仰起头来，在那些人脸上一一扫过。等她找到逃出这个鬼地方的机会，一定会让他们付出千百倍的代价。好乖乖，大胆的吃，反正过不了多久，他这个怪物啊，还能长出新的血肉来。白鹿，你们皇室怎么出了这么一个怪物啊？就是啊，上次我的宝贝兽兽咬断他一只脚，他半个月就长好了。哼，什么皇室啊，不过是一个下贱女人勾引了帝君生的下贱胚子。那个下贱女人让我帝后姑姑蒙羞，我就要折磨这个小怪物到死为止。反正帝君也不在乎这个女儿，连名字都没给她取，一个无名的贱种罢了。白鹿看着少女又被咬断一根手指，顿时畅快了。大家的灵兽一起上啊！今天是我地基表妹觉醒寿元的日子，我们要好好庆贺一番，热闹一下。地基驾到！一个穿着华服的少女一脸高傲地走到了高台之上，白鹿几人顿时慌了。地基怎么能让这种贱坯子脏了您的眼睛呢？太血腥了，会吓到您的。地基苏林燕站在高台之上，俯视着那个据说和他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孩子。他倒在血泊里，已经奄奄一息了。他也怪可怜的，你们别折磨他了。地基，你就是太善良了。就是啊，表妹，他母亲是怎么让姑姑丢人的？堂堂帝后居然和一个洗脚婢共享过夫君，这真是奇耻大辱。那也不好太过苛责，毕竟啊，她是无辜的。趴在血泊里的少女听着这些话都要笑了。这个苏林燕每次都在她被教训完了之后再出现，说些同情她的话，实际上却巴不得她越惨越好。等她找机会逃出这个皇宫，只要能逃出去，她一定会报仇。今天她有机会的。少女算了算日子，万寿国虽然只是整片神魔域中的一个小国，但这里的所有人在18岁生日那年都会觉醒出一颗兽元，从而拥有自己的第一只本命灵兽。今天就是他能觉醒兽元的日子了，只要他的灵兽够强，说不定就能杀出去。可就在这时，几个帝后身边的贴身女奴却突然走了过来。看这个样子还没死心呢，还想跑呢？啊？怎么还想着你这兽元觉醒能跑出去呢？做梦吧你！呸！少女心底一片冰凉，他们竟然记得今天是她的生日，那么她还能跑出去吗？母亲，让她就这么死了，是不是太浪费了？不如将她的手脚都砍了，再拔了舌头塞进大瓶子里。哼，燕儿，斩草不除根，春风吹又生。过了18岁就不能留下她了。倒是你，今天也是你觉醒兽元的日子，还不快去准备？母亲给你准备了最好的灵药池，去泡着吧。好的，母亲，我一定会觉醒出最优秀的兽元。后面的话，少女已经没工夫听了。她身上忽然漫开了血红色的火焰。啊，凤元！帝后娘娘，您快来看呐，这是凤骨生凤元呐！难怪这贱种的血兽还能再生，这是凤元涅槃的出兆啊！你胡说什么？凤骨都是千年一出，只有万寿国皇室最尊贵的气运之女才能获得，要有也是我的燕儿。怎么会？他的话戛然而止，因为那真的是凤元。帝后那张漂亮的脸顿时扭曲起来，可下一刻她却突然一笑。哼，凤元是我燕儿的，也只能是我燕儿的，把她的脊骨给我挖出来，换给我的燕儿。尖刀刺入皮肉，少女死死瞪着帝后。我一定会杀了你，给我和我阿娘报仇。就凭你阿娘死的可比你轻松多了。她生完你呀，我就把她丢进了军营里。那些男人呢，可是好久没看见过女人了。少女浑身发抖，她突然抱起，一口咬掉了帝后的手指。贱种！她被狠狠地扇飞出去。与此同时，一颗金色兽蛋从她身上掉落下来。凤凰兽蛋，快拿过来！少女已被抽了骨，拼命地伸出手，也只能看着自己的兽蛋被女奴们抱走。
肮脏东西，把他给我丢进深渊魔剑里，我要让他死无全尸。这魔剑里关押的可都是魔物，两个女奴到了这里，大气都不敢出。两人合力将他高高抛起，一声凤鸣缭绕了整个万寿国。他看见那两个女奴一脸狂热的朝着东方跪下。凤元落地生根了，真正的皇女降生了。他被抛下了深渊，当肉体砸进深渊里的聚合之时，他已经感觉不到痛了，耳边响起了各种古怪沙哑的声音。魔剑好久没来新人了。是个小娃娃，小娃娃的肉最鲜美了。这小娃娃刚刚是不是生了颗蛋？晕死过去的少女身上又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黑蛋。这个蛋，燕女大人，您快来看呐，有个小丫头会下蛋。你不是最喜欢吃腌咸蛋了吗？蠢货，那是万寿国的人，把她带过来，我看看。昏迷过去的女孩就被一把抓起，丢进了密林深处。有意思啊，竟然是天生凤元。哼，那些挖他凤元的人好像也不知道凤元可以涅槃再生的秘密，但他怨气难消，恨不平，又被咱们魔剑的魔障影响，竟然成了正邪一体。养养吧，说不定啊，能养出个小怪物来。3个月后，万寿国皇宫之中，为什么这颗蛋还是孵化不出来？到底还要我用多少心头血去灌溉喂养它？燕儿，你在胡闹什么？这可是神兽。都3个月了，它还是不愿意出来，我到底要躲到什么时候啊？要是外面那些贱民们知道我是一个孵化不出神兽的皇女，一定会嘲笑我的。还有封家，5州封家的风巡亲自登门，在这里等了我3个月。可若是这颗蛋永远都孵不出来，那我和封家的婚约怎么办？风巡哥哥会不会不要我？谁敢？母后定不会让燕儿受到这样的屈辱。快别闹了，那位风巡公子是喜欢你的，你没听说他和白鹿一起去白头山为你寻找龙鳞草去了吗？龙鳞草？真的吗？龙鳞草对未孵化的兽蛋是最好的催生利器，我一定要拿到龙鳞草。放心吧，孩子，母后一定会让你成为整个万寿国，不，整个5州最出色的女人。此时白头山上，这白头山也太无聊了吧，完全没有危险，也不知道为什么成了禁区了。风巡神情平静，此刻带着几分不耐。白鹿，你可以回去。白鹿顿时就不说话了，他亦步亦趋地跟在这少年身后。叮铃一声，谁在那里？浓雾之中，一道身影出现在他们面前。那是一个18岁左右的少女，正低下头，伸手要去摘一颗形状犹如龙盘旋的药草。龙鳞草！寻哥哥，是龙鳞草！喂，贱民，快把龙鳞草给我们！少女转过身来，白鹿目光一震，这人的身形怎么那么像那个剑种呢？不可能的，那个剑种他已经死透了。少女紧紧盯着面前的白鹿，真是没想到白鹿竟然会来这禁区。明明只是3个月，她却在魔剑底下度日如年。她每一天每一刻都在想念那些人，有了叫做阴念的名字，被魔剑里最凶恶的魔物们抚养。魔剑那个老妖女不断的用千奇百怪的东西刺激她的肉身强度，可她都咬牙挺过来了，就是为了要报仇。她的仇，阿娘的仇，她都要亲手去讨回来。哼，给你。凭什么呢？你知道我们是谁吗？还有，你一个人怎么敢闯白头山呢？这可是万寿国的禁地。这禁地你们能走，我就不能走吗？他看了一眼脚腕上的铃铛，这铃铛是家里那个老妖女炼制出的法器，只能保证她离开魔剑待4个小时。4个小时过后，无论她在哪儿，都会被魔剑的封印之力重新拖回去的。她只是出来找龙鳞草，给自己那颗还未孵化的兽蛋用的，可没想到竟然让她碰到了白鹿。你竟敢和我们小姐顶嘴！真是给脸不要脸！我们小姐要你的龙鳞草，那是看得起你，还不快快把那药草洗干净了送上来？小姐，依我看呢，可以把这个女人扒光了，犒劳一下跟着我们的士兵们。身后的男人顿时目露荧光，哼，好主意！白鹿挥挥手，乖乖，去把那个贱民给我抓过来。风巡皱了皱眉，却到底也没说什么。
他也想试探一下这个女人的实力。赤明狗对着一念生扑过来，一念抽出长鞭，重重的甩至在地上。这废物也敢出战，简直是找死！话音刚落，一念身上有灵力冲天而起，而他的鞭子竟然变成了一条黑色长蛇，直接绞住了赤明狗的脖子。乖乖，这怎么可能？他竟然是9重灵体！就算是万寿国最完美的地基苏林燕，到现在也才3重灵体而已。这个女人到底是什么怪物呢？一念见状冷笑一声，在魔镜的这3个月，妖女在她身上实验的那些东西可没有白费。这赤明狗忽然悲鸣了一声，不！白鹿双眼血红，那是她的本命灵兽啊！一念弯唇，学着以前白鹿折磨她时的口吻，对那黑蛇说着：“好乖乖，快把她的牙齿一颗一颗的给我拔下来，把她的皮也拔下来。姑娘，我要做一条新的围脖，把她的皮也拔下来。姑娘，我要做一条新的围脖。”住手！住手！看着自己的爱宠竟然被剥皮拔牙，他愤怒的转身，对着身后那些士兵吼着：“还不给我！”下一刻，啪啪的2个耳光重重的抽在白鹿脸上。贱民，你敢！哼！一念轻笑了一声，一把撕裂他衣裙。你不是想犒劳士兵吗？那你自己上吧。不要！白鹿死命的挣扎着，那些本来准备动手的士兵们都看呆了。身材可真好啊！一念玩够了，抬手就想把白鹿的脖子给扭断，可下一刻，一道剑光对着一念扑杀过来，那强大的灵力威压让一念挑了挑眉。他已经输了，你却不依不饶，竟然如此凶残！一念嗤笑了一声，白鹿杀他就可以，他杀白鹿就不行吗？一念抬手将白鹿挡在自己面前，白鹿脸色大变，不要啊，许哥哥！他两股战战，在死亡危机逼近之下，双腿一抖，尿了。风轩面色一变，急忙收住剑光，一念直接把手上的白鹿狠狠地甩掷出去。他嫌弃地看着自己的手，真是恶心，一股尿骚味儿。而那白鹿连滚带爬地从地上爬起来，往在场最强大的风轩身上靠着。轩哥哥，你要为我报仇！风轩的眼中闪过浓浓的嫌弃，他真是不该让这个女人跟来。白鹿看见风轩的神情，才慢慢地反应过来自己的状态，又羞又恨，恨不得把一念剥皮抽骨才好。你的武器很特别，但你如果杀了白鹿的本命灵兽，都不用我出手，在场的所有士兵围攻之下，你必死。灵兽和主人是一体的，同生共死。风轩不可能让一念真的在他面前杀了赤明狗。就是，贱人，你现在若跪在我的面前，我……闭嘴！只会给他惹祸的蠢材。这样年纪的9重灵体，背后的势力会小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一念。你的龙鳞草给我，你也和我们一起回万寿国。他根本探查不到对面这个女人的灵力波动，一定是身上藏了什么掩藏灵力波动的珍宝。他想知道这个女人的真实身份。什么？这个贱人也配吗？他的牙已经漏风了，勉强用手指堵住才能说话。你再多嘴一句，我不介意把你的牙全部都拔了。风轩面露不悦，白鹿再蠢也是他带来的人，这个女人怎可如此不把他放在眼中呢？他肯定不愿意的。一念却忽然笑了，哼，好啊，我和你们一起走。他抬手，已经被折腾得半死的赤明狗才被黑蛇松开，黑蛇变成了鞭子，重新回到他手上。风轩的脸上露出一些满意的神情，朝着后面那些士兵抬手，那些士兵才放下指着一念的兵器。他们人多势众，不能硬碰硬，但一念有别的办法。一念笑着走向白鹿，轩哥哥，放心吧，我不动他。接下来还有一段路要走呢，让我们好好相处吧。就在拍他肩膀的那一下，一只头发丝儿般大小的黑虫子钻进了白鹿身体里面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是要跟你好好相处了。万寿国皇后是我亲姑姑，万寿国地基千年一出的绝世天才，那是我表妹。一念放下的手一顿，千年一出，哼，怕了吧？你现在跪下还来得及。一念饶有兴趣地看向他，浓雾掩藏下的一双眼睛里却有着翻滚的杀意。还有，寻哥哥是我的，你这个小狐狸精，可别痴心妄想了，小心我叫人把你挫骨扬灰了。他一边说，一边挠了挠脸，在脖颈处已经起了一小片红包，而白鹿自己却没有发现。一念的目光在他脖颈处扫过，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。白鹿虽然说的很是小声，但前面的风寻作为灵体9重，怎么可能听不见呢？他的眼中闪过一抹自得，这样的事情他早就习惯了。别说小小一个万寿国，
就连五洲的女人都为他争风吃醋。这么想着，他从怀中拿出了一个罗盘，这个罗盘可以找到灵能含量最丰富的灵药。这白头山难得来一次，不如找些别的灵药拿回去送给他老师。这边走。荀哥哥，你真厉害，连玄药龙盘这样的东西都有，这可是五洲的10大神器之一了。殷念听了这话，看了一眼龙盘，直接让他给愣住了。这个东西在魔界外面很稀奇吗？他怎么看着这么像魔界里面整日疯疯癫癫看星星那个老疯子，用来垫指甲的那个铁疙瘩呢？你看什么看啊？这等好东西你怕是也没见过，你就感激今天在这里让你遇到荀哥哥吧，贱民！殷念手上的鞭子再次化成黑蛇，阴恻恻地盯着白鹿，散发着杀意。殷念安抚地摸了摸他脑袋，别急，留着那白鹿我有大用。等等，这是什么？灵力波动竟然如此恐怖！前方一处寸草不生的空地之上，有一株深紫色草药在散发着浓郁的灵力波动。这草药是莲花形状，上面含着一颗雪白色珠子。风轩立刻就要过去采摘，殷念却是面色一动，不能动。他记得家里的老妖女和他说过，这白头山上有个绝对不能动的东西。不能动？哼，这天底下就没有我风寻不能动的。他霸气十足地把那草药一把揪了起来。殷念面色大变，妈的，蠢货！草药被拔起那一刻，白头山底之下，无数岩浆开始哗啦啦地往外翻滚着，一架白玉棺显露出来了。棺里躺着一个男人，只是静静地闭着眼睛，都能从他身上感受到可破天地的威压感。下一刻，男人修长的手指动了动，就是这一动，整座山脉都开始摇晃，在场所有人都被那恐怖的气息笼罩住了。要是被这份气息笼罩，必死无疑。千钧一发之际，风寻咬牙从腰中拿出一块玉牌，捏碎了一个光圈，堪堪将风寻、白鹿和殷念这3个人笼罩了进去。后面那些士兵们直接被压成了血沫。这是老师留给我的空间玉牌，最多只能走2个人。带我走，荀哥哥，你带我走吧，我不想死啊！可风寻的目光却落在殷念的身上。你跟我走。空间玉他可不打算浪费在白鹿身上。荀哥哥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呀？他一把甩开白鹿。你跟我走，我许你成为我的贴身女婢。如果女人背后没有靠山，这样的天赋他定要收为己用。殷念冷笑了一声，直接避开他手，一把抓过一旁的白鹿。你已经中毒了，不出半个月，整张脸就会溃烂而死。只有我可以解毒，这件事情不许你告诉任何人。想要解药，3天之后再来白头山找我。殷念的面具被气浪炸开了一部分。你是？怎么可能？这个贱种怎么可能还活着呢？殷念可不管他，他一把将面露惊骇的白鹿扔进了那空间漩涡之中。你竟然把生的机会让给了他！你还不走？他自有逃走的办法，随时解开那法器铃铛，他就能在被压成血沫之前瞬间被召回魔界。可风寻并不知道，没想到这世上竟然还有像你这么善良的女人，你一定要活下来。风寻最后深深地看了一眼殷念，一脚迈进空间漩涡中遁去了。那恐怖的气息眨眼之间就要将殷念吞噬，殷念直接断开了脚上铃铛，黑色漩涡眨眼之间就把殷念扯了进去。白头山恐怖的动荡一层接着一层。万寿国皇宫之中，帝后遥遥看着那白头山的方向，怎么可能？难道那人他还活着？母后，我的龙鳞草怎么办呢？苏林燕一脸暴躁，只想着自己，可帝后却想到了风寻。要是风寻死了，他怎么和风家交代呢？但下一刻，内室卷起一阵疾风，风寻和白鹿狼狈地逃了出来。风寻，你没事吧？苏林燕一见他们两手空空的来，什么都顾不上了。你们不是说给我去拿龙鳞草了吗？风寻还在想着殷念，却看见自己的未婚妻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不问自己的安危，倒是先问龙鳞草。风寻阴冷的目光落在苏林燕身上，帝后大惊失色：“你真是太不像话了！风寻，你快去休息吧，燕儿她只是被白头山的暴动吓到了。”风寻冷笑了一声，第一次认真打量这位号称千年难得一遇的地基，要不是因为他天生凤元，哼。地基天赋绝佳，又有凤元加身，想必没有龙鳞草也能让神兽蛋孵化。还是说地基有什么难言之隐？怎么会呢，寻哥哥？对不起啊，我刚才就是太着急了。而旁边的白鹿匍匐在地上，毒虫已经开始在他身上肆虐着，他又痛又怕，那贱种还活着，还给他下了毒。白鹿目光愤恨地看着周围的所有人，他们只关心龙鳞草，根本没有人管他的死活。
白鹿跌跌撞撞地站起来，向外面走去。他得先找灵医解毒。魔剑里，一群奇形怪状的魔物们汇聚在一起，他们神情凝重地看着不远处的白头山。怎么办呢？我们念念还没回来呢。阴女呢？念念不是他收养的女儿吗？那妖女天天折腾我们念念，现在连念念的死活都不管了吗？可下一刻，无数黑色寒鸦兽冲天而起，这排场，大家瞬间闭嘴了。小讨厌，还没回来吗？还没有，可我们也出不去啊！该死的魔剑封印！轰的一声，白头山又巨震了一下，吓得魔物们的心口齐齐一颤。是不是那位要醒了？管他醒不醒呢，他和我们魔族无冤无仇，我只担心我们念念。虽然相处的时间不长，但一念这个18岁小姑娘，在这群上千岁的魔物们面前就是一个小宝宝。他们一开始只是觉得好奇，神族该怎么养，结果养着养着就全都一口一个念念了。你是不是都不担心念念？你只把她当成给你吃药的小丫头不成？早知道就我养念念了。下一刻，那魔物猛地被阴女一指头弹了出去，阴女背后黑色羽翼猛地张开，大魔绝对强横的气压碾压而来。哼，找死吗？阴女的双眸渐渐染上一片血红色，下一刻笔直地对着封印结界冲去了。阴女，别碰结界！也就是这个时候，头顶一个人沉沉砸了下来，咚的一声砸到了阴女身上，刚好阻断了阴女要去撞结界的动作。哎呀，摔得好啊！不疼。念念，小魔物们抖着声音颤抖着指向一念屁股底下。一念低头一看，他竟然骑在老妖婆的脖子上。那个，别激动啊，我可以解释的。我可以解释的。但下一刻，一念就连人带武器被一起踢得远远的。念念一天不打都不行。一念毫不在意地拍了拍身上的土，看向了白头山的方向。那到底是什么？虽然被打了，但他还是走到老妖婆身边问着。没办法，老妖婆知道的是最多的。白头山下压着一个不允许被融于世的人。那他这时候出来了。大家担忧地看着还在震动的白头山，而在那赤岩浆底下，躺在棺内的男人眼睫颤动了一下，那是一张会让人不自觉屏住呼吸的脸。他眼睫颤抖得越厉害，白头山崩裂的就越厉害。周围岩浆扑通的声音逐渐安静了下来，他似乎要醒了，但半分钟之后，颤抖的眼睫重新安静下来，他又睡了回去。白头山也重新安静下来了。看来是没醒。难不成刚才那个动荡只是人家要醒了？我还没问你是不是动了我不让你碰的东西了。不是我，是碰见了一个旧仇人，还有一个叫做风寻的蠢男人。你说那个蠢男人姓风？是啊，怎么了吗？阴女抓着阴念的手越发收紧，她正要进一步追问，忽然间有人神情激动地喊她：念念，快来看呐，你的寿诞动了！阴念立刻转身往家里跑着，阴女没有动，她双眼阴沉。风家是那个风家吗？阴念回到家里，一个小小黑蛋正在颤动着，那是他的本命寿蛋，本命双生蛋，这是比凤元还要罕见的奇迹。咔嚓一声，黑色蛋壳被顶开了一个洞。仔仔，还没等他走近，一圈黑色光芒猛地笼罩住寿蛋，强大的威压席卷而下，要不是魔剑有封印的话，威压就要直冲上天去了。念念，这是要出神兽了！魔物们挤了过来看热闹。念念啊，你想出个什么兽啊？都行，我的仔仔我都喜欢。那威压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，大家死死盯着那光芒处，期待的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。下一刻，那光芒猛地一收，一个黑乎乎毛茸茸的小家伙从里面钻了出来。魔物们都傻眼了。虫兽，所有灵兽里，虫兽是最没有前途和价值的。念念，你怎么生出个小怂虫啊？像是被那些魔物们嘲讽的有些伤心了。虫虫卷成一个球，咕噜噜的滚到了一念脚边，娇气的蹭了蹭一念的脚踝，像是要委屈哭了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不哭啊，不哭。一念的心都要化了，赶紧把他抱起来。就在抱起来那一刻，那个小虫子却忽然变成了一个3岁男童的模样。主人，主人。他把脑袋搭在一念的肩膀上，一身肉肉抱起来非常柔软。魔物们本来是笑着看的，这会儿都笑不出来了，他们那脸呢拉得老长了。干什么呀？快从我们念念身上下来！
你是念念的本命灵兽，以后还要保护念念的，这么弱不禁风，怎么能行？我会保护主人的。没关系的，实力差也没事，主人会保护你的。主人，你真好。他肉乎乎的脸蛋靠在了一念肩膀上，朝着身后那群魔物们挑衅的挑了挑眉。他还会挑眉？这个小家伙还有2副面孔呢。给你起个名字吧。我有名字的，我叫百变。百变仔在一边说着，一边低头看向了一念缠在腰间那条法器黑边。这黑边其实是魔剑里面的蛇兽变的。百变盯着他，那双柔弱的金色眼眸忽然亮了起来，杀意一瞬闪过。下一刻，那条黑边就像是受到了莫大的惊吓，从一念身上掉了下来，像是见鬼了一样往外窜着。黑蛇一边跑一边吓得蛇信子都吐出来了。奶奶的，他不是虫呢！百变轻哼了一声，做完这一系列小动作之后，再度抬起头来看向一念。这里其他人好像都不喜欢百变，是因为百变太弱了吗？哎呀，不会了，不强也没有关系的，主人会保护你的。一念高兴完了，又忍不住想起了自己被苏林燕抢走的那颗兽蛋，也不知道他的另外一只崽崽孵化了没有，有没有受委屈啊？想到这里，他忍不住握紧拳头，抱着百变就走出去找那老妖婆去了。阿娘，她是被阴女一句话救下来的小玩意儿，跟着阴女姓。尽管他们天天斗嘴，但在心里，阴女是她的恩人，也可以是她再生父母。怎么了，小讨厌鬼？阴女说着，目光落在百变的身上。这小虫子有点意思啊。百变只觉得面前这个女人实在是太可怕了，肯定已经看出她的本体并非虫子了。是我的崽崽，叫百变。不过你上次说的那个幻魂丸炼制出来了吗？幻魂丸是魔族独有的药，找到合适的躯壳就能幻魂而入。那东西是老毒师在炼制，怎么找到合适的躯壳了？那个躯壳身份绝对安全。我等不住了，我必须要出去把我的另外一颗兽蛋找回来，还有我的仇也得报。他本来以为阴女会拦着他，因为阴女说过不突破9重灵魔体不允许他出去，没想到阴女一口同意了。可以，但是我要你答应我2个要求，一是去寻找能破开魔剑封印的那件至宝，二是提那5州封家家主的头来见我。封家？行。封家？一念想起了今天在白鹿身边那个恶心的男人。行。不过你准备的躯壳呢？死了的壳子可用不上，必须得是活人换。放心吧，我找了个蠢丫头，不出3日，她就会连滚带爬的来白头山找我了。而且用白鹿的躯体也方便去皇宫搞事啊。此时在皇宫里面的白鹿看着自己溃烂的脸和束手无策的灵医们，恐惧的双眼通红。不可能的，我不能死，我也不要毁容。他浑身颤抖着，我要去找那个女人。白鹿还记得一念的威胁呢，他不敢将见到一念的事情告诉任何人，万一一念不给他治病了可怎么办呢？那个女人那么恶毒，什么事做不出来？不行，不能再浪下去了，你们救救我，你们都去给我想办法。正在思考对策，突然听见有女奴跌跌撞撞冲了进来。灵医们，快去地基那边吧，神兽蛋要孵化了。灵医们皆是一惊，白鹿这点事情和举世无双的地基哪能比呢？一窝蜂的全都涌过去了。苏林燕和帝后2个人正紧紧盯着灵台上那颗金色的蛋。我原本以为那剑种死了，连带着兽蛋都孵化不出了呢，毕竟本命连体，没想到他竟然要孵化了。傻孩子，现在凤元在你手上，你就是这颗蛋的主人，和那个剑种有什么关系啊？咔嚓一声，一只金色的翅膀直接拍碎了半边蛋壳。这个崽一看就是火爆脾气。颖儿，你快看呐，是火凤，果然是火凤。那个小凤凰转眼变成了一个扎着2个揪揪的小女娃，女娃娃的眉心还在燃烧着火。她冷眼看了一眼这母女2人。你们俩是谁啊？帝后一愣，脸上连忙挤出一抹慈祥的笑容。啊，这是你的主人。给你取个名字吧，就叫你，叫我辣辣。谁想到那女童鄙夷的看他一眼。我不是火凤，你侮辱谁呢？她辣辣乃是天上地下独一无二的血凤，才不是那种普普通通的草凤姬呢。你好丑，你不是我的主人。本命灵兽是能感应到自己的主人的，这长得跟土鸡一样的女人哪里是她的主人呢？苏林燕脸上狂喜的笑容一寸一寸的崩裂。你说什么？苏林燕紧紧握紧拳头，辣辣脚下猛地亮起一个阵法，那是主从阵法。她满眼震惊，这只山鸡为什么和她有主从契约呢？我就是你主人，
我是天生凤元，你自凤元而出，你就是我的灵兽。你敢不听话，我就打死你！娜娜拼命挣扎着，但主从契约是绝对的，她根本无力反抗。好，你是娜娜的主人，娜娜不闹了。好，娜娜不闹了。苏黎燕冷哼了一声，撤了那阵法压制。可下一刻，娜娜猛地从原地跳起，变成一只小火凤，猛地对四周喷出滚滚烈火，整个屋子瞬间烧了起来。不闹个屁呀！烧了你的草鸡窝！娜娜叉着腰，猛地对着外面飞去。我要去找我真正的主人。可才飞出去没有多远，一股滔天威压笼罩下来，直接把刚出生的小血凤给撕扯回来了。帝后冷着脸，一挥手，那火焰就被狂风吹散了。他能将这万兽国捏在手心里，可不只是因为背靠强大的娘家，他自身的实力也是非常强大的。母后，燕儿放心吧，小宠物不听话，往死里打就会听话了。娜娜咬牙瞪着这两个人，心底却一阵阵的泛酸。刚出生的崽崽是最需要主人呵护的，他也想要自己真正的主人。可下一刻，帝后手上的鞭子就重重地往娜娜身上抽去。娜娜连忙蹦跶着躲开，一边躲还一边气急地骂道：你们给我等着，等娜娜晋级了，找到主人，打不死你们的，到时候娜娜要把你们身上的毛都烧光，丑八怪，丑八怪！帝后气得眉毛倒竖，却又不敢真的下手杀了娜娜，只能听她一边躲一边和炮弹一样突突地骂人。同一时间，远在魔剑的阴念心口猛地抽痛起来，他连百变都没有抱稳，直挺挺地倒了下去。主人，念念！等阴念再醒过来时，满鼻子都是药味。小丫头醒了。一个满头绿毛的10岁小童在他身边站着，明明是个孩子，却背着手装出老人样来。他确实已经非常非常老了，今年没有个6000岁，也有5000岁了。老毒士，我怎么了？以老毒士的本事，也看不出来是什么原因。可能是身子太虚了，我给你开个药补一补。啊，可别！阴念怕死了老毒士的补补。哎，对了，那个幻魂丸。来，我都还没给那老妖婆看呢。盒子里面是2颗透白的药丸，他和要被幻魂的对象1人1颗，时间有限。不过他就用白鹿的身体去干那些好事儿，那点时间完全够用了。当然，他还活着，白鹿肯定是活不下去了。从一开始，阴念就没有打算让白鹿继续活下去呢。老毒士，你没有什么仇让我帮你报吗？我答应帮我阿娘报仇呢。魔界里的这些大魔物都不是自愿待在这里的，他们个个背负着血海深仇，这是阴念听那些小魔物们喝醉了酒说的。小丫头片子，就你这样的还不够我仇人一根手指头摁摁的。阴念，你要永远记住，你是被所有大魔们憋着一口气养出来的孩子。我们不要求你为我们和那些老妖怪宣战，但那些人的后辈来一个，你要打一个。妥，不用你说我也会的。好，不愧是我们魔界唯一的孩子。五州那些所谓的名门望族们将我们魔族囚禁在这里，不过就是为了要……他的后半句话被含糊的带过了，阴念古怪的看他一眼，就被老毒师狠狠拍了头。还不快去修炼，都还没来得及和我学制毒呢，你就一门心思的往外跑。他们这帮老家伙都等着给阴念传授自己的绝学呢，谁想到被阴女抢了先。阴念拿了幻魂丸就回去修炼了。他房间里面放了一堆奇奇怪怪的东西。主人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东山头的大魔伯伯给我的一个巨魔盘，说是堪比上等灵宝，让我随意用，修炼的时候垫屁股，不修炼的时候呢当桌子。还有这个手镯，那个是法器了。那这个簪子呢？那也是法器。那这个屋子呢？哼，乖乖，你挺厉害的呀，你怎么知道这个屋子也是法器啊？其实这个是个空间法器，大魔们拿来当仓库的，我来了以后就给我当房子了。那这些到时候我们出去都带走吗？对啊，这个屋子可以变小的，这些本来就是送给我的。不过这里有些法器我还用不了，我实力太低了。这魔剑里最小的魔物也有300岁了，他们就是爷爷看孙女的心态，有什么东西都往阴念这边塞。老毒师探起来一个脑袋，丫头，老夫我怎么想还是觉得不妥。咱们魔剑外的世界多凶险啊！拿去，这是我最近新炼制出来的魔毒，解药也给你备了一份。
用完记得和我说说效果啊，我还没试过呢。老毒师摇头晃脑的走了，百变摸着那些瓶子，刚数到135瓶呢，门又被敲响了。念念，来，这是我新炼制的一套衣裙，绝对扛得住人灵境强者的一击，拿去保命用吧。人灵境就是突破了9重灵体之后的境界，随后是地灵境、天灵境，天灵境之上还有个小神境、大神境，每个境界又各自分为1到9星。这是我最早时候用的剑，你拿去，你这个实力用正好。把这个毒丝带上。啊，够了够了。够什么啊？你这孩子忒不懂事，你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凶险。要是你打不过，你用自爆法器砸死他们，知道了吗？要是你打不过，你用自爆法器砸死他们，知道了吗？但是太多了，我拿不下呀。魔物们嘻嘻一愣。喂，再给念念来一个空间法器当仓库吧。一念一脸无语。此时皇宫里面，苏黎叶也正满脸高兴地看着帝后。哇，这柄天霜剑真的给我了吗？你可要好好用这柄天霜剑，是母后还是灵体阶段的时候用过的。我一定会的。苏黎叶满脸喜色，不过他很快脸色变了变。母后，辣了他在地牢里面调教呢，放心吧，3天以后我交给你一个听话的灵兽，这种小事你就别管了，赶紧抓住风寻，上次的事情闹得他很不高兴呢。我知道了，母亲。还有，我燕儿是天生皇女，马上就要举行的1年1次的斗兽赛，你一定要夺得第一，这次比赛就是你升阵武术的第一步，知道了吗？苏黎燕郑重点头。几日时间眨眼就过去了，白露坐在房间里面，听着外面每日都在夸赞苏黎燕，根本没有一个人关心她。等我伤好了，我也要参加那个斗兽大赛，那个贱种我也要杀了。他有心带上军队去绞杀那个贱种，却又怕那个贱种为此不给他药了。反正我和他保持距离就行，如果他胆敢出手，我就让赤明狗跑。赤明狗的速度非常之快，那个贱种就算是9重灵体又怎么样呢？这么想着，在这天夜里，白鹿悄悄去了白头山。他心惊胆战地走在山路上，突然间，赤明狗对着一个地方发出了满是威胁的咆哮声。哼，来了，挺准时的。你个贱！话没说完，就看见一条黑蛇。你，快把解药给我！百变坐在旁边的树枝上，笑眯眯地看着面前的白鹿。他赤金色的眼瞳微微闪过，白鹿底下的赤明口忽然悲鸣了一声。白鹿冷不丁被自己的乖乖甩下来，狠狠地摔了一跤。哼，想让我给你解药吗？可以啊，跪下求我。他眼瞳里面沉着杀意，9重灵体的威压，压得白鹿根本就喘不过气来。白鹿不甘地轻轻抱起，这个贱种也配吗？可万寿国最好的灵医都束手无策的毒，他不想死，也不想毁容。白鹿低着头，他咬着牙，对着一念缓缓地跪下。对不起，之前是我不好，你饶我一次吧。他的声音哽咽发抖，实在是太屈辱了。一念看着白鹿，就在不久之前，自己才是跪在地下的那一个。他跪了这些人整整18年呢。一念冷笑着，丢给他一个药盒，吃了它。白鹿看起来有些犹豫。一念能有这么好心吗？你死了对我没有好处的，我还指望着你给我弄一个万寿国的身份呢。白鹿眼前一亮，是了，这个女人明明可以杀了她，却让她活了下来，这不就是有求于她吗？一念看她还不吃，拿出来一颗丢进了自己的嘴中。放心吧，毒不死你，她自己都试药了。白鹿瞬间就相信了，也把幻魂丸丢进了自己嘴中。可下一瞬，他浑身一震，身上传来撕心裂肺的疼痛。不，你要杀了我！你是要杀了我吗？一念此刻也是很难受的，灵魂的剥离感让他觉得十分痛苦，但这点疼他还忍得住。一念走到白鹿的身边，一把抓起白鹿。你怎么会认为我会真的放过你呢？是你太蠢了。一念仍然倒了下去。白鹿的躯体动了动，下一刻他睁开眼睛，唇角勾起了一抹笑容。主人，是我。比起不知道什么人的身份，白鹿的身份不是更好吗？谁都不会怀疑他。旁边的赤明狗忽然浑身抽搐，嗷嗷地叫着。他的主人神魂都已经消散惨死，他作为本命灵兽，自然也是难逃一劫。哎呀，怎么再弄来一只赤明狗也是个问题啊。这个主人不用担心了，我能变的。下一刻，百变忽然就变成了一条赤明狗。这是你的能力吗？
那属性和招式也能一样吗？当然了，只要不是实力强我太多的灵兽，我见过的都能变，而且我还能比那些低等灵兽更强呢。百变的声音里面透着一股子傲娇味，但很快他意识到了什么，我的实力比不上主人。没关系的，以后呢，主人会保护你。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主人的另外一只崽崽找回来，知道吗？一念吃了真正的解药，弄死了这个身体里面在作祟的毒虫，转身拍了拍地面，很快2只魔影兽从地上钻了出来，讨好的围着他转圈圈。辛苦你们帮我把身体送回魔剑了，等我找到解开魔剑封印的办法，我会回来取走我的身体的。知道了，念念，你自己小心点。如果遇到问题就赶紧跑回魔剑，知道了吗？一念点了点头，没有回头的往万寿国赶去。到皇宫的时候天都亮了，守门的士兵一脸媚笑，殷勤的为他打开了这座庞大的宫门。一念刚走进去，就看见旁边传来一声笑。哟，姐姐这是去哪儿了？顶着这么一张脸，你也好意思出去吗？这个人是白鹿的亲妹妹，叫白浅浅。哼，还戴着面纱呢，姐姐快脱下来透透气呀！妹妹给你看看还有没有救。还戴着面纱呢，妹妹给你看看还有没有救。手刚伸出去，啪的一声，白浅浅整个人被抽飞，灵力围着一念上下波动着，看得白浅浅整个人都呆住了。不可能，你明明没有修炼灵力的天赋的，你怎么能动用灵力呢？又有御兽又能修炼灵力的人，即便是白家也难找出几个，都是要被整个家族供起来的天才珍宝。是啊，中了这古怪的毒，好像还因祸得福了呢。妹妹，你该为姐姐高兴才是啊。就在一念教训老仇人的时候，魔影兽们正在兢兢业业的搬运中呢。路过白头山山顶时，山下那关中男人的眼睫再一次颤抖起来，他突然睁开了眼睛。睡得好硬，想要枕头。男人抬起头往顶上看去，看到了在最顶上2个小影魔正在搬运一个女人。他困惑地眨了眨眼睛，慢吞吞地伸出手打了个响指。下一刻，白头山整个裂开，影魔带着阴念的身体直接往下坠着。他的棺很大，3人同时砸进他棺内。男人随手把2个影魔甩了出去，拉过阴念的身体，他伸出手，软度适中，应该很舒服。此人气息全无，应该是死了。抬手就凝聚起无数的灵力。给你施个永保尸身术，要记得谢谢我。困意再次袭来，男人枕在一念身上，再次沉沉睡去了。2个魔影兽瑟瑟发抖，往魔剑赶着。完蛋了，念念被抢走了。一念根本不知道自己被当成了纯天然枕头的事情，他还在教训白浅浅呢。你敢打我，我要把这件事情告诉白家的族老们。本来白鹿的赤焰狗就是资质中上的灵兽，现在白鹿更是觉醒了修炼天赋，那他以后怎么办呢？吵什么呢你们？一道柔和的声音传来，让一念整个人僵住了。他缓缓地转过身，果然看见苏林燕就站在自己身后，恨意直冲一念大脑，让他不得不低下头，掩盖住自己眼中的杀意。表姐，你看他把我给打的。但苏林燕根本就不想看白浅浅，她目光震惊地看着一念。你身上的灵力波动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也不知道，可能因为那个莫名其妙的毒，因祸得福了。让灵医来给你看看身体。他心里明明膈应的要死，但为了维持自己平常那高贵大气的样子，只能强行挤出微笑。好，那就看看吧。他毫无畏惧，就凭万寿国皇宫的这些灵医，可看不出老毒士的手段。那我呢？表姐，他打我。浅浅，我们亲姐妹之间的事情就我们自己解决，你何必让表妹辛苦呢？是不是？一念在婊子上重重的念着。哎呀，大喜呀！我白家竟然出了一个兽灵双修的人。大小姐，我马上给白家各位族老们传信。白家这一波的年轻人真的是有些人才凋零的迹象，小辈拿不出手，白家真是要在其他家族面前抬不起头来了。恭喜啊，表姐。不客气，表妹，我比起你这位天生凤元的人来说可差远了。对了，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见见地基的神兽呢？急什么？等明天的斗兽国宴，你自然就知道了。那只小凤凰不听话，不调教好，根本就不敢拿出来用。一念垂下头，眼下眼中的冰冷杀意。好，那我就期待着。等这些人都走了，一念才看向了百变。百变，你能不能变成白鹿的样子啊？百变变成了一个小男孩的样子。只要给我一滴精血，可以维持3个时辰。宝贝儿，你真是太棒了。一念狠狠地亲了他一口，亲得百变晕乎乎的。
主人，你晚上要悄悄出去吗？我也好想去啊。你帮我在这儿装白鹿，别露馅了。等我把大崽子找回来，咱们再一起出去。那主人会不会更加喜欢大崽子，不喜欢白变了？他眨了眨大眼睛，里面泪光盈盈。我还是主人最喜欢的崽崽吗？怎么会呢？你们两个都是我的崽崽。深夜，百变变成了白鹿的样子，躺在床上，而一念拿出了一件可以掩盖气息和所有灵力波动的法器。这玩意儿可是老妖婆专门给他用来干坏事，干正经事用的。一念对皇宫还是比较熟悉的，很轻松地避开了那些巡逻的士兵，将皇城大体上逛了一个遍，却根本没发现他的崽崽。那剩下的就只有帝后的寝殿和地牢了。那个地方不能去，会被帝后那个女人抓住。看来只能等明天的斗兽国宴了。只是刚准备回去，就看见风寻竟然一个人走出来，他脸上露出一抹笑容。老妖婆，今天先帮你讨个利息。风寻这么晚不睡觉，是因为想到了那个在白头山碰到的女人，今天见到白鹿就想起她来了。也不知道那女人是不是还活着，善良过头那就是愚蠢了呀。唉，可惜了，这样的女人也配得上我收用了。话音刚落，一道凌厉的剑气猛地迎面砸来，风寻毫无准备，虽然第一时间避开了，但紧跟着一条长腿就横扫过来，正中他面门。一念刚过来就听见这货自言自语的说什么收用，还有说他善良。娘的，这个蠢男人侮辱谁呢？一念火力全开，一招又一招，动作一定要快，不然等下士兵们到了，他就要被包饺子了。你是何人？你是何人？一念冷笑了一声，他招招往风寻最脆弱的地方攻去。风寻出了一身冷汗，直接照出了法器。哼，就以为你一个人有法器不成？一念一出手就丢出3个下等法器，响指一打，爆！轰轰轰3声巨响，直接将风寻整个人卷了进去。风寻见自己的法器被炸得支离破碎，哪路仇家，报上名来！躲躲藏藏，如阴沟里的老鼠。一念动作不停，反手又是3件下等法器。还来？哼，我们沟里出来的，打架从不讲章法。风寻既是心惊又是愤怒，这么多的法器想炸就炸，这人到底什么来路？风公子，皇宫里的士兵们来得很快。哼，今天先饶了你，我们回见。下一刻，一念手上出现了5个中等法器，风寻脸色巨变，快躲开！轰的一声，直冲天际。一念飞快地往外面撤，同时手上法器不断丢出，一个接一个的炸着。一念还专门挑了新造好的宫殿炸，熊熊火光灼灼升起，他炸得开心。但是下一刻，皇宫之中数道气势冲天而起，都是强横的天灵境强者。麻烦了，得跑了。他掩在面具底下的唇微微弯起，看着这个折磨了他18年的地方被炸得天翻地覆，夹在他胸口的那股恶气才终于松快了一些。混账，无知鼠辈，胆敢犯我皇城！下一刻，铺天盖地的灵力碾压而下，转眼就要搜索到一念躲藏的地方。一念冷笑了一声，手上再度出现了5件法器，是魔族的上等法器。光拿出来，空气里的魔元素就争先恐后的往他身边涌着。魔族被封印，这世上的魔元素就再无人可用，可想而知充沛到了什么地步。一念看着手上这5件法器，就用这个来宣告魔族的归来。去！下一刻，魔元素如风暴凝聚，和地后的灵力狠狠地撞击在一起了。魔元素，这世上应当没有人再能驱动魔元素了才是啊！等他抵挡下这一波魔元素，却发现搜遍整个皇城也没有魔物的气息。怎么可能？魔剑里的封印并没有破，那些魔物应当是没有出来才对。此时，魔剑深渊里面，所有的魔物在一念走了之后都有气无力的，他们被困在这里上千年，才热闹了没有多久呢，念念就走了，魔剑里面一片死寂。直到敏锐的大魔们感受到了皇宫方向的震动，念念，远远的就看见皇宫里面炸了一小块。那是我给念念的法器，是我的法器。怎么是下等法器啊？念念炸上等。娘的，我们念念都被逼得炸法器了，是不是有人欺负他了？我就说那2仓库不够吗？